一个老头正在仓库里发动自己的宝贝拖拉机，一声怪叫，老头感觉到后轮似乎压到了什么东西，下车一看，居然是只乌鸦。未等老头反应，停留在屋顶上的几只乌鸦尖叫着，突然俯冲下来，对老头发动攻击。老头就这样葬身鸭腹。然而这起事件只是一个开端，在这座只有600人的小镇中，一场关于乌鸦的血腥灾难正在悄然降临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部人类贪心引发的灾难大片《食人鸟》。小镇警察大强接到报案，立刻赶往案发地点。几只沾血的乌鸦正端坐在屋顶，狡猾地转动着眼睛，而老头的身子早就已经被乌鸦撕成碎片，支离破碎。这一切都让大强高呼上帝，在这个贫瘠的小村子里，究竟是谁能够下此毒手？而在村子的另一端，校车司机也受到了乌鸦的骚扰，他捡起地上的石块驱赶乌鸦，可紧随其后的鸭群已经将他彻底包围。乌鸦本就是智商极高的动物，而此时的它们更像是一支井然有序的空中部队。一声鸣叫，立刻向司机发动攻势。司机见状，捂着脸回到仓库，拿出猎枪，这才将乌鸦赶走。大强结束了调查，将现场交给了助手打理，自己来到镇上的咖啡馆休息。凑巧遇到了捡回一面的司机。大强称有人举报司机随意开枪，需要配合调查，而司机则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刚才的遭遇。镇上的乌鸦似乎都着了魔一般，开始有组织地袭击人类。然而大强听到这些，笑着说这不过是无稽之谈，司机一定是岁数大了才胡言乱语。虽然大强并不相信司机这一番说辞，但怪异的事情却还在继续发生。大强的女友丽丽来到镇上的养牛场参观，可让人惊讶的是，原本生机勃勃的养牛场现在已经是破败不堪，栅栏里早已空空如也，不见一头牛的影子。而庭院中，养牛场的2位主人正在焚烧着牛的尸体。正当他转身想要离开养牛场，丽丽却一脚踏空，掉进了井里。井里全部都是死牛的腐尸，腥臭难忍。丽丽绝望地大叫着，好在养牛场场主出现，这才救下了她。乌鸦继续盘旋在小镇的上空，一对情侣行驶在路上，突然发现了前方停着一辆车子，车上的货物散落一地。男人下车一看，车上的司机遍体鳞伤，不知已经死了多久。两人惊魂未定，四周的乌鸦再度蜂拥而来。他们隐隐觉得这群乌鸦十分诡异，立刻驾车逃离这里。可是乌鸦却不愿放过他们，死死地跟在车子后面，厚重的黑色羽翼遮蔽了男人的视野。男人慌不择路，竟然把车子开到了沟里，车子侧翻，开始起火，男人当场死亡，而女人挣扎着从车子里爬了出来。狡猾的鸭群见有幸存者，又围了上来。车子燃烧的黑暗吸引来了大强。大强看着一片狼藉的现场，又看到了正在被乌鸦撕咬着的已经奄奄一息的女人，他这才明白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大强把女人抬到车上，驱车赶往医院，可乌鸦又怎会把到手的食物拱手让人？于是跟在大强的身后来到了医院门口，不多时就将大强几人团团包围。这群乌鸦十分狡猾，把一个小男孩围住，当作诱饵，引诱大强现身。大强自然不愿坐视不管，他走出门外，立刻遭到了鸭群的攻击。小助手看不下去了，拿起枪走出医院，想利用枪声赶走乌鸦。可助手的顽强却彻底激怒了乌鸦们，子弹很快打完了，助手手中的枪成了烧火棍，他也变成了待宰羔羊。乌鸦扑腾着黑色的翅膀，几乎遮盖了整片天空。看到这一幕，大强也不得不相信司机的话，这帮乌鸦确实是名副其实的食人鸟。但是面对食人鸟，大强却没有办法抵抗它们。他只能通知居民待在家里，锁好门窗。乌鸦们吃完了小助手，仍然不满足，他们展开双翅，向下一个目标进发。鸭群的报复心极强，他们无法容忍曾经向他们开枪的校车司机。趁着夜幕时分，鸭群向校车发动了第一轮攻击。鸭群急速掠过，一名女老师被袭击当场死亡，2名女生惊声尖叫着，用校车的喇叭暂时赶走了乌鸦。校车此时已经抛锚，车上只有几个手无寸铁的女生，而车外全是虎视眈眈的乌鸦。他们无路可逃，只能待在车里等待乌鸦离开。可是乌鸦哪里肯乖乖飞走？不多时，第2轮攻击开始了，乌鸦们再度集结。这一次，他们开始拾起地上的石头，敲击车窗。坚硬的石头触及到玻璃，发出砰砰的声响，在车内的几人耳中，那就是一道道催命符。车子很快就被击打出许多裂纹。就当众人以为自己要成为乌鸦的盘中餐时，大强及时赶到，用枪赶走了盘旋在空中的黑色恶魔。几个女生迅速下车，众人这才死里逃生，离开了这里。乌鸦的行为更加的猖獗，开始大举进攻小镇内部，而大强等人也被鸭群不停地追赶着。因为乌鸦遮挡住了视线，大强误将车子开进了玉米地，车轮陷在了地里。
几人只能下车逃命。乌鸦不间断地骚扰着众人，一个女孩走散了，大强只能回头去找，可是找到的只有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。大强等人翻过玉米地，终于躲入了加油站内。无巧不成书，大强在这里刚好遇到了养牛场的2名主人。在这种紧要关头，他们也终于将这群杀人乌鸦的来龙去脉告诉众人。原来就在前不久，他们经营的养牛场因为管理不当，导致了疯牛病的肆虐，大批的牛接连死亡，而死牛的肉被这群乌鸦吃下后，就开始了剧烈的变异。这帮乌鸦变得异常狂暴，并且喜欢吃人肉。养牛场主人发现后，虽然把牛的尸体集中焚烧，可还是为时已晚。可就算得知了真相，面对卷土重来的鸭群，众人还是没有反抗的机会。乌鸦熄灭了加油站的一切灯光，在黑暗中开始了人与乌鸦的大决战。尽管人类利用了手头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遮挡住门窗，可还是经不住鸭群的一波又一波攻势。乌鸦找到了缝隙，破窗而入。众人虽然殊死抵抗，可慢慢的还是处于下风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校车司机急中生智，用打火机点燃了地上的油箱，瞬间加油站化作一片火海。校车司机用自己的性命和乌鸦同归于尽，这场灾难终于结束了。劫后余生的大强和丽丽还在感叹着生命的美好，看着满地的乌鸦尸体，他们每个人都感慨万分。他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，全部都是自己咎由自取。倘若没有贪心的人类制造出疯牛病，今天的一切就都不会发生。然而，这个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。就当大强和丽丽返回家中的时候，2楼埋伏的乌鸦早就在这里等候多时。它再次扇动黑色的翅膀，扑向2人。镜头一黑，剩下的只有绝望的惨叫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动动小手点个赞，每天更新一部好电影，我们明天再见。